凌晨，外卖员遇到黄皮子讨风，为了自保，他假装外国人回了句 "What are you saying？" 黄皮子听后神情明显有些懵逼，但随即就说出一口流利英语 "Do you think you look like a person？" 这话直接把外卖员震得外焦里嫩。我去你妹的，这玩意有点东西啊！黄皮子看到陈凡震惊表情，当即有些得意。年轻人，我去国外留学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，跟我拽洋文你还嫩了点。哟呵！既然横竖都是嘎，那就别怪我放开手脚调戏你了。于是陈凡看向黄皮子，脸上露出轻浮的调调。我看你体型特征应该是母的吧？黄皮子听后神情一愣，这是你现在该说的话吗？黄皮子为了早点得到，没有理会陈凡脑胀的问题。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？而陈凡听后直接无视。我记得雌性黄皮子体型娇小，毛发柔顺，你肯定是母的。黄皮子听到陈凡的话，立马怒了。放肆！看来是我说对了。母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合着你能用还是怎么的？黄皮子说完，强压住火气问最后一遍。你看我是像人还是像神？如果你再说不出我想要的答案，那我会用各种办法折磨嘎你。这是你逼我放大招的。我看你像身高160厘米，绝世可爱的脸蛋，前凸后翘大长腿，身穿嗨丝夹子音，会卖萌撒娇的超级富豪，并且对我百依百顺言听计从的金发瘦耳娘。陈凡这话一出，直接把黄皮子搞懵逼，风没讨到，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。这时系统声音响起。恭喜宿主完成系统开启任务，神级骑手系统绑定成功。宿主只要完成系统发布的订单或任务，就可获得奖励。本次奖励进化礼赞技能，进化礼赞可消除一切灾厄、病痛、身体不适，让宿主身体瞬间恢复最佳状态，无限制使用。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。礼包开启成功，获得硬刚神技无畏冲锋。无畏冲锋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男人冲锋即是无敌，获得全身强化地级肉身。在这个世界，我能横着走了。见陈凡放肆大笑，这让一旁的黄皮子暴躁到了极致。我要呈现谁特么要做百依百顺瘦耳娘。黄皮子说完就冲向陈凡，他要在讨风之力没起效之前嘎掉陈凡。可结果却被陈凡身前的罡气挡了回去。这一刻他再次懵逼，什么情况？千年修为怎么连一个凡人都嘎不掉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陈凡话没说完，系统声音再次响起，发布新任务，娶讨风黄皮子为妻，任务完成，奖励1000万。陈凡听到任务愣了愣神，就在这时黄皮子突然被金光包裹起来，几分钟后金光散去，黄皮子也变一个身穿 JK 的金发少儿娘，他呆愣在原地，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陈凡慢慢靠近，他眼中才露出怨毒与杀意。你敢坏本做上千年的好事，你等着，我必要你万劫不复。黄皮子说完转身就走，让我百依百顺绝对不可能。陈凡冷冷一笑，哥们大招错完了，你岂能说走就走？立正。陈凡话音一落，黄皮子身体就不受控制的停了下来。见对方停了下来，陈凡心中暗爽，于是再次下令过来。黄皮子转身来到陈凡面前，他眼中充满杀意，恨不得现在就将陈凡挫骨扬灰。陈凡看到对方流露出的杀意，再次下令你不能嘎我。黄皮子顿时身体一怔，陈凡的话就像是言出法随的道令，直接打在黄皮子身上，一时间让他委屈的都快哭了。这模样看得陈凡有些上头，于是再次下令动我。黄皮子听到这话直接咚了上去，结束后他发出一声尖叫，以后你只属于我了，从现在起我叫你仙儿，你叫我凡哥哥。陈凡说完不给仙儿拒绝机会，直接将他抱在怀里走进森林最深处。陈凡你别这样，毕竟强扭的瓜不甜，瓜甜不甜无所谓，解渴就行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礼金1000万。几分钟后，陈凡看着手机中到账的1000万，这下可以提前躺平退休了。此时仙儿内心既复杂又委屈，他只是想简简单单讨个风，没想到会弄成这样。自己的千年修为恐怕被他掠去了不少。结果当他检查修为时，突然发现不仅没有减少，而且还提升了，这让他神情变得古怪起来。难道陈凡是那种体质？反正讨风也是为了提升修为，现在既有机会愉悦身心，又能提升修为，这可不是鱼与熊掌兼得嘛。想到这里，他瞳孔中逐渐浮现出兴奋的神色。凡哥哥仙儿还想坤VIP 内容过后，已经到了第2天。陈凡有净化礼赞技能，精气神十足。仙儿在电动车后面则有些萎靡。陈凡在路口等红灯时，引来路人阵阵唏嘘的妒忌声。果然，外卖骑手是一个神秘的组织。陈凡带着仙儿回到出租屋，仙儿好奇地打量着干净整齐的屋子。这就是哥哥的家吗？看来哥哥还是单身，太好了，哥哥的阳气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嘿嘿，你饿不饿？我去买吃的，要不要给你带一份？我去睡觉，不吃了。陈凡离开出租屋，来到一家餐馆，掏出手机看到穆子晴发来的分手信息。我朋友过生日，她男友都送名牌包包，我过生日你就送我一个破 DIY 水杯，分手吧。穆子晴，分手就分手。上一世为了给你买包包，我打3份工，送到你手中只换来一句你对我真好，扭头就走。这一世月入6800，不当舔狗我随便花，更何况我卡里还有1000万。
陈凡吃完饭回到出租屋，他用手机给父母转了10万。陈凡本想多给一点，但又怕父母多想，结果没出几分钟电话就打过来了。陈凡编了一堆谎话，这才让父母放心。剩下的钱我先买一套房子，再买一辆车代步，其余的钱留着吃利息。毕竟年轻人主打的就是享受生活，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仙儿陪伴。这时房门忽然被人拍响，陈凡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出来开门。来人是穆子晴，她一脸怒气地看着陈凡。陈凡，你居然敢拉黑我！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来找我吧？有什么不敢？我想明白了，不想舔了，放手了，你自由了。听到这句话，穆子晴突然冷静下来。在她印象中，陈凡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语气，一定是以为我在跟他整欲擒故纵的套路。陈凡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马上跪下给我道歉，然后再去给我买一个 L 的新款包。这样的话，兴许我能原谅你的一时无脑。陈凡听到这话，顿时一脸懵逼。跪下给你道歉，还给你买最新款的 L 包，我看还是给你打120更稳妥，说不定能抢救一下。你陈凡，分手是吧？我同意了。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没钱没房没车，活该一辈子单身。穆子晴说完转身就走，结果刚没走出2步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娇滴滴的声音：凡哥哥，是谁在外面啊？穆子晴猛地停下脚步，不可思议地转过身，看到从陈凡身边多出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。切！穆子晴见状鄙夷一笑：陈凡，你找你表妹来配合演戏，让我吃醋，你这么做真的很幼稚。你越这样，我越不会爱你。有病！你哪来的自信？我闺蜜过生日，人家男友送钻戒送名牌包包，我过生日你就送我个破茶杯，就你这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的穷逼，哪个女孩会喜欢你？陈凡听后，这一刻他心里对穆子晴失望透顶。我送的水杯是不值钱，但却是亲手做的，在你眼里送值钱的东西才是爱吗？上一世自己掩饰咋瞎的舔这种女人。这时仙儿突然开口说道：阿姨，你说凡哥哥没钱，那他为什么送我别墅，还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，而且还给我订了一辆限量款的兰博大牛？陈凡听后内心狂无语，还别墅兰博基尼，你这玩意还真敢吹。虽然歌手里有系统送的1000万，但也买不起那种级别的东西啊。穆子晴听后愣了愣神，接着讽刺出声：你这小丫头是真敢装，你哥啥条件我不比你门清，你要是不信，进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哼，入戏太深是吧？我陪你们演，看你们能演到什么时候。随后他们走进客厅，穆子晴看到茶几上的房本和订车票据，虽然和仙儿说的一样，但穆子晴却嘲讽一笑：天蓝海苑房价高达2000万，我有个闺蜜就在天蓝海苑物业工作，我给她打个电话就能辨别真伪。陈凡，你觉得我要不要拆穿呢？穆子晴，我已经和你分手了，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？哼，演不下去了吧？陈凡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，咱俩就这样吧。穆子晴说完转身离去，她心中笃定陈凡一定会追过来求自，结果没等到陈凡，但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倩倩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领导给我一个地址，让我来这里给新业主送钥匙。住这里的人怎么能买得起天蓝海苑的房子？穆子晴嘴上说着，心里却在打鼓。陈凡家看到的房本该不会是真的吧？倩倩是几号房卖出去了？7号啊！穆子晴听后脑子里顿时一阵嗡鸣，她在陈凡家看到天蓝海苑的房本上就是7号。难道陈凡是一个体验生活的隐形富豪？之前一直是在考验自己？不可能，这种小说中的桥段绝对不可能发生，一定是陈凡串通了苏倩一起做戏来演我。倩倩，你什么时候认识陈凡的？为什么要和他做戏来骗我？听到穆子晴的质问，苏倩一头雾水。陈凡是谁？我骗你什么了？倩倩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别跟我装了行吗？你是希望我一辈子都搭在一个臭送外卖的身上，好背地里嘲笑我是吧？有病吧！苏倩被莫名其妙的一通吼，她脾气也上来了。穆子晴，你有病就去治，冲我发什么疯？老娘知道个屁的陈凡是谁？哼！苏倩说完头也不回离开。穆子晴见状冷笑不断，还搁着演是吧？今天我还真就奉陪到底了。随后穆子晴跟着苏倩来到陈凡门口，房门打开，陈凡一脸蛋疼看着穆子晴。穆子晴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陈凡，先等你演完咱们再算账。你好先生，请问仙儿女士在这里吗？你找仙儿？是的先生，我是天蓝海苑的物业管家，仙儿小姐是天蓝海苑的新业主，我来对接一下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难道仙儿弄出来的房本是真的？是的先生，我可以进屋吗？还有些资料需要签字。可以进来吧。陈凡让苏倩进屋，但把穆子晴拦在门外。穆子晴脸色一沉，随即拨通天蓝海苑投诉热线。您好，这里是天蓝海苑物业部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？请问天蓝海苑7号业主是叫仙儿吗？几分钟后，穆子晴放下手机，双目失神，坐在地上。这一切竟然是真的。穆子晴后悔了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一直被她看不起，被她当作免费劳动力的陈凡，竟然真的是隐形土豪。穆子晴见到楼下多出来的兰博大牛，一股不好的预感再次涌上心头。直到陈凡和仙儿走了过来，穆子晴再次双目失神。陈凡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一个人说。这一刻，穆子晴声音温柔，带着几分娇羞，也是她第一次用这种语气和陈凡说话。没空。陈凡，你不听我就一直在这等你。随便你等，这破地方老子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陈凡开上兰博大牛离开，彻底告别这段苦逼的人生。凡哥哥，我刚刚给穆子晴下了一个诅咒。哦，
什么诅咒？我诅咒他欲行击掌之事，必窜息放屁无休止。陈凡一脸无语，果然论狠毒还得是女人来。中午，陈凡带着仙儿去洛城最顶级的酒店炫饭，这时他脑海中系统声音响起。您收到一条新订单，杨天林请你买一个斐济杯送到永安牧场，请独自前往，限时60分钟，订单完成奖励特殊道具1件，订单失败或超时，强制性和300斤胖阿姨交往1个月。看到订单，陈凡脸色一下就变了。永安牧场那地方可是出了名的兄弟，各种剽窃无数系统，你是真的狗啊！男人深夜送外卖，发现一件可怕的事，那就是送的订单可能不是给人的。他看眼手机，确定这里就是收货地点，可放眼望去，四周全是大大小小的家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这不由得让他心生恐惧。但为了订单不超时，他也只能拼了。杨天林，你的圣杯到。陈凡刚喊完，一位老人就从地里窜了出来。陈凡如遭雷击，下意识就冲出去7、8米。他稳住脚步回头看去，先前站的地方出现一个略带悲伤的老头。杨天林看了陈凡一眼，接着就轻飘地向他走去。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我还要在这片混呢。订单完成，获得特殊道具奖励皮质鞭子超凡道具，一条见过世面的鞭子，凡是被他抽到的人将变得十分乖巧听话，效果持续60分钟，无限制使用。陈凡听到系统声音并没有大惊小怪，他之所以来这里送外卖，是白天他和仙儿吃饭时系统发布的任务。这时陈凡发现杨天林在偷偷哭泣，他很是不解为什么一只飘怎么还哭了。老爷子你怎么还哭了？儿女不孝，每逢过节也不来看我，别人都是一麻袋扛钱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孤单单用斐济杯安慰自己。陈凡听后立马来了主意，于是说道：老爷子，要不我给你弄几个纸人下来，款式你挑，你想要大洋马我也能弄来。算了，你不是我的子嗣，弄来我也没资格收。陈凡听后忽然福至心灵，脑海中产生一个非常耐撕的计划。我在这里找个阿飘当老婆，到时把要烧的东西给他，他再给老爷子，这不就妥了吗？老爷子，我有办法给你想要的东西，你想要不？杨天林听后一脸激动，非常期待地说道：你想嘎在这里？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你在这里给我介绍几个漂亮的阿飘当老婆，我让我老婆给你送钱，这不就好了吗？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花花吗？连阿飘都不放过。通过接触这小子还不错，我可不能坑了他。杨天林果断摇头拒绝，随后就消失不见。杨天林虽然离开，但陈凡却触发系统任务。触发隐藏任务，宿主武士奇人，娶个红衣阿飘当老婆很合适。任务完成，获得钟馗变身卡1张。任务失败或者拒绝接受，无惩罚。哈哈哈，很符合我的胃口，必须给同福点个赞。随后整个牧场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。陈凡每到一个地方就问对方处不处 CP， 但接连问了3个都没有得到回应。直接来到最后一处地点时，终于有了回应。任小姐处 CP 吗？我超宠妻超甜腻会哄人。这话一出，瞬间刮起一阵阴风，整个牧场直接炸锅。哪来的混小子，放着那么多大活人不去了，来跟咱们抢！谁家的后辈，赶紧领回去揍一顿，要不然我们联手揍这小子一顿出气。听着周围响起充满怨念的私语，陈凡一脸尴尬。合着我这是聊到木花了，但我真看不起你们这群舔狗。而这一切也都被躲在暗处的俩人看得清楚。大哥，这小子怕不是神经病吧？小点声，我们先看他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。一声叹息传来，紧接着杨天林再次出现在陈凡身边。你真想帮我？当然，帮助孤寡老人是我一生的宏愿。前阵子这地方来了一个新人，年纪不大，非常漂亮，仔细一看跟你还真有几分夫妻相。只不过那丫头一身红衣，我怕你搞不定啊。陈凡听后瞳孔中冒出饥饿的火光，这把杨天林看得一脸懵逼。本以为能把他吓走，可看这小子的反应，你不会是莽村出身吧？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穿着红衣的小姑娘又怎么的？陈凡话音刚落，一股强大的冷风吹来。不好，他过来了。闻言，陈凡顺着杨天林的目光看去，只见一道周身卷着漫天红光的身影朝他们飘来，这把陈凡眼珠子都看硬了。这简直就是我的白月光级的梦中女神啊！她倒是还挺懂事，连嫁衣都自备了。红衣小姑娘带着杀机冲向陈凡，杨天林拎起陈凡就夺路狂奔，但前方直接被红衣姑娘轰开个深坑。老爷子，你去一旁歇着吧，我去相个亲，不是去见下我家娘子。杨天林听后被雷得一脸懵逼，感情是自己自作多余了。随后他化作尘埃直接逃走，而这时红衣姑娘已经来到陈凡面前。你真漂亮，做我娘子好不好？哎，咋好端端的突然被表白了？好呀，我是没问题，就怕你扛不住腿软。红衣女孩说完就冲向陈凡，但却被他刚气挡住。陈凡不再犹豫，直接选择武力征服。
这让不远处杨天林看呆滞了。躲在黑暗中那两个人也彻底傻眼。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战斗结束，红衣姑娘自认为不是陈凡对手。你真喜欢我？超爱。好，那你就自我了断吧，到时我们就能做一对了。宝贝，你先别急，我还有个好东西没拿出来用呢。陈凡说完，掏出系统奖励的皮质鞭子，嘿嘿，刚好用它试试这个道具效果。而红衣小姑娘见到皮鞭，立马察觉到这鞭子不简单，于是接着化作尘埃逃走。想跑？杨天林出来带我去找他。杨天林现身，带着陈凡向深处走去，而躲在黑暗中的俩人也悄悄跟了上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一个山洞外，这里就是他的栖息地。陈凡看向山洞，喊道：“宝贝，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我进去？”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回荡，没有半分回响。见状，陈凡不再犹豫，直接走了进去。陆小璐见到陈凡，直接化作尘埃再次逃走。陈凡见对方本体还在，果断用鞭子抽了上去。陆小璐，你想逃婚吗？回来！陆小璐听声音鄙夷一笑，小傻子才回去。可接着他忽然如失控一般掉头返回。当陆小璐再次出现在陈凡面前，乖巧的不像话。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能操控我的魂体？陈凡不做回答，抱起陆小璐向深处走去。VIP 内容过后已经过去60分钟，陆小璐察觉到自己不再受到控制，但是她好像有点不想逃了。小璐啊小璐，你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不，你要逃，这个人一定是你的结束。可当陆小璐准备逃掉的时候，目光不经意又看到昂首挺胸的陈凡。要不还是等下再逃好了，反正这会也没有力气了，并且现在逃掉的话，肯定又会被这臭流氓抓回来。就这样 VIP 内容结束后，天色大亮，陆小璐居然主动索要加课，而且一加就是5节课，还好自己拥有进化礼赞，不然可真要嗝屁了。趁陆小璐恢复体力，陈凡查看完成任务的奖励。恭喜获得钟馗变身塔，使用后将变身钟馗，拥有其巅峰时的强悍战斗力，持续2个小时。我操！钟馗巅峰时期战斗力持续2个小时，这简直强的不像话啊！查看完任务奖励，陈凡对陆小璐说道：“老婆，聊聊你的事。”我的事不用你管，我自己会处理。是不是还要再加节课你才会说啊？哼，讨厌了啦！你是我老婆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一个人欺负你，我嘎一个人；10个人欺负你，我嘎10个人。如果全世界都欺负我呢？如果全世界欺负你，我选择末世降临。陈凡声音中充满了宠妻的霸道。陆小璐一愣，但他听得出陈凡说的话是真的。他骂妻子人老珠黄，深夜悄悄溜进女儿房间，并威胁如果不从就和他断亲。女孩并没妥协，选择反抗。过程中，男人将女儿推下高楼，这让他大脑瞬间清醒，急忙带着妻子去楼下寻找女儿。见女孩已经没了呼吸，男人开口说道：“你女儿刚刚想嘎我，但没得逞，就一怒之下跳了楼。你说现在怎么办？”女孩母亲听后很恶毒地说道：“他这种人早就该嘎了，这样他亲爸留下的公司股份都是我们的了。”这一刻，他们肆意大笑，完全没有嘎人后的慌张恐惧。但殊不知，这一切都被化成阿飘的女孩听见，她发誓要报复。不要让这对狗男女和杀害我亲爸的凶手不得好嘎。陈凡听完陆小璐生前的遭遇，没想到世上竟然还有这种母亲，因为情妇竟然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这般对待，简直畜生至极。老婆，今晚12点之前，我给你一个惊喜。陆小璐知道陈凡说的惊喜是什么，可我想亲手复仇，否则我难消怨气。那我就送货上门，老婆你等着就是。这时从虚空中走出来一个人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2位。你先等等，没看到我在关心老婆吗？你这个显眼包一点眼力劲都没有。那个我很快的，我知道你先出去。邓不亮感觉陈凡在开车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，只能很听话的向外面走去。老公，他是9州组织的成员，你快去见见吧。9州组织的成员，这是什么组织？哎呀，你去问他吧，再不切入复仇剧情，观众都要划走了。好吧。陈凡在山洞外见到邓不亮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邓不亮，是9州组织的成员，请直奔主题。有兴趣加入9州组织吗？你说的这个合法吗？我们是秩序的缔造者，不仅合法，而且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？不管什么问题，在9州面前那都不是事。那 5xm 加 2yn 等于4，求 m 加 n 等于多少？邓不亮听到陈凡的数学题一脸懵逼，你这是人能问出来的问题吗？回答不上来了吧？我要正常录式的资料。邓不亮听完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陈凡，留个联系方式，1个小时后我发你，算是我邀请你加入9州的诚意。双方留下联系方式，邓不亮在虚空中消失不见。这小伙整得挺帅嘛。老婆你歇着啊，我走了。陈凡告别陆小璐，来到仙儿的酒店房间。仙儿幽怨地看着陈凡，凡哥哥，你身上有阴邪的气息，昨天晚上你去干什么了？陈凡没打算瞒着仙儿，如实相告。这种事是个爷们就得坦荡一点，不然以后家里人多了真的不好相处。仙儿听完酸溜溜地看着陈凡，既然凡哥哥喜欢的话，那仙儿同意了。不过仙儿要做大，毕竟仙儿先来的。好，这是你说了算。不多时，邓不亮给陈凡发来文件，文件
内容很简单，是现在陆氏掌权人的详细行程，并且还有嘎掉陆小璐父亲的幕后凶手。想不到九州的能量这么大，居然连陆氏掌权人的行程安排都能弄到。这时邓不亮又打来电话，秦明和他的师兄弟们都是2阶灵境的禁闭者，需要帮助的话吱一声。2阶很强吗？和我差不多吧。那就不需要帮忙了。你嘲讽技能点满了是吧？挂掉电话，陈凡和仙儿商量出一套完整的绑架计划，随后他们就驱车赶往郑城。来到郑城陆氏集团的办公楼下，陈凡让仙儿去附近租一辆小型货车在停车场等着，他则直接走到公司门前。干嘛的？哥，我来找女朋友。保安见陈凡掏出软妹，语气一下缓和不少。小伙子挺懂事，你直接打电话让他下来就行，办公楼外人不让进。别提了，这几天正因为彩礼的事闹别扭呢，打电话也不接。我想着趁午休找他聊一聊。保安也是过来人，听到陈凡的话也就没再阻拦。记得2点前出来。好。陈凡进入公司，来到人事部经理办公室门前，他正准备敲门，就听到屋内传出一阵阵骑马摇曳的呐喊声。陈凡嘴角一抽，你倒是会享受，午休的时间居然在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。随后陈凡直接进入办公室，女人看到他顿时尖叫声响起。叫什么叫？你想引来多少人看咱们这样？李丽怒骂一声，随后看着陈凡，咱俩有仇？有仇？那敢不敢跟我去停车场？太敢了，正苦恼等下怎么把人弄出去，这下省事多了。接着李丽和陈凡一同离开办公室，路上他们有说有笑。我操！保安看到这一幕，真的整个人怀疑人生。这就是你说的女朋友？2人来到停车场，李丽脸上挂着的笑容瞬间收敛。小子，你可知道找我寻仇是什么下场？大快人心，心情愉悦，今晚喝一杯。喝一杯？我喝你妈！李丽猛然出拳，对着陈凡的脸蛋子砸过去。但直接被的刚气震退，陈凡也不犹豫，掏出皮鞭就抽在李丽身上。随后他像个小鹌鹑似的站着不动。陈凡打通仙儿电话，让他来停车场接人，给王永成、董家南、徐有东打电话，让他们过来。这3人是陈凡接下来的目标。李丽在超凡道具的特效加持下，很顺从的用手机联系这3人。陈凡将皮鞭交给仙儿，让他配合演一出戏。几分钟后，王永成、董家南、徐有东3人来到这里。李师弟这个点你不去潇洒，叫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时仙儿走了出来，顿时让他们惊呼出声。极品啊！李师兄，你这是哪弄的宝贝？看着仙儿手拿皮鞭倾国倾城的容颜和一身 JK 装，顿时让3人眼珠子都硬了。李师弟与你成为师兄弟，是我一辈子的福泽。李师弟这份情谊，兄弟我记下了。回头我若遇到这种，必然唤师弟一同前往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咱们上车，师兄弟并肩作战。3人哈哈大笑，正要上车的时候，仙儿说道：“想上车可以，不过得先让姐姐抽一鞭子哦。”听到这话，3人立马振奋不已，太刺激了，纷纷求着仙儿赶快抽自己。几分钟后，陈凡哭笑不得地看着规规矩矩的4人，没想到事情就这么简单搞定了。接着陈凡开着小货车离开，仙儿开着大牛独自去收拾秦陵。陈凡来到凌波酒店，他这次目标是王艳荣。服务生得知陈凡要见陆氏集团董事长王艳荣，立马联想到陈凡是女富豪养的商品。哥，咱俩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？我掏学费，你带弟弟。他是准备跟我学习如何绑架自己的丈母娘吗？陈凡点头微笑表示同意。很快，陈凡来到王艳荣房门前，礼貌敲门。你好。门没锁，直接进来吧。感情你比我还礼貌，这么客气吗？走进房间，看到自己的丈母娘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帅。这几天我身体乏味，你先给我安，到时再进行多巴胺充满大脑的项目。事后我会多给你加1000块钱。陈凡本着多赚1000块的目的，答应了对方所提的要求。想着到有没有无人花钱购买 VIP 内容，那么就直接略过这段内容吧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走出酒店，仙儿也将秦陵带到陈凡面前。随后，陈凡装车，2人直奔永安牧场。路上，仙儿很享受开车的快感，他一脚油门甩开陈凡，而陈凡却被一辆跑车拦住。只见跑车中伸出一条雪白的大长腿，接着一个长着尾巴的女孩走下来。人质看到她，顿时高兴起来。血狼使徒大人，快救救我们！女孩听到求救，眼中充满不屑，因为在狼人眼中，能被抓的人和死人没有区别。小哥哥，你能不能给人家解释解释，为什么要绑架红月圣族的人？柳如烟声音中带着媚听的陈凡心跳加快。好啊，你走近些，我亲口告诉你。好呀。柳如烟迈着大长腿冲陈凡走来，陈凡握住皮鞭，盯着瘦尾女人，他能确定柳如烟实力非常强悍。不要，她身上有一件特别厉害的超凡道具，可以控制人。听到秦陵的话，柳如烟没有迟疑，直接后退。麻了八子，你敢坏我好事？哈哈哈！有血狼使徒大人在，我有什么不敢？陈凡走过去要给秦陵一些教训。这时柳如烟说道：“小哥哥，人家超好奇你身上厉害的东西，拿出来让人家看看嘛。”陈凡听后低头看了看下面，我厉害的东西，你当真要我拿出来？柳如烟渴望的点点头，因为他只要看到超凡道具就能判断出陈凡是哪方势力的人。可陈凡明显误解了柳如烟的意思，在这里不太好吧？要不咱们去车上看？去车上好让你直接施展超凡道具把我制服了是吧？你们男人就是花心思多，人家就要在这里看。
恭喜宿主触发任务，任务需求攻略血狼使徒柳如烟，让他被你的勇猛所折服，心甘情愿的做你一人的泡芙。任务完成，奖励神童之法郎骑士称号。任务失败无惩罚。听到系统任务，陈凡不再犹豫，他直接施展无畏冲锋来到柳如烟身后，接着就是一击皮鞭伺候。苍穹啪！柳如烟瞬间懵逼变成乖巧模样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试试丝紧致皮裙是什么感觉。说完，陈凡扑了过去。这时邓不亮通过虚空赶到这里。10分钟前，他得知血狼使徒要杀陈凡，于是急忙赶到这里。看到汽车在有规律运动，还以为陈凡被吃了。陈凡坚持住，我来了。邓不亮可不认为陈凡是血狼使徒的对手，可当他靠近车子时，却听到上头的声音：“言儿，叫爸爸。”爸爸！我操！这段对话让邓不亮直接石化。我都有赴死的心理准备了，结果你给我来个这？难道陈凡早就和柳如烟认识？他早就是红月组织的人了。邓不亮带着复杂心情等陈凡结束。几十分钟后，他身后传来一道夹子音：“凡哥哥，我来了。”邓不亮见又来一个女人，他三观立马炸裂。陈凡，你花活还真是不少啊！仙儿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一阵轰鸣声过后，陈凡如愿以偿地完成了系统任务。神童之术施展后可透视，且能看出任何物种的根骨资质，每天最多可用3次，随着熟练度增加，使用次数也会增加。见陈凡和柳如烟下车，仙儿眼里满是敌意的看着柳如烟。一只小野狼而已，太糟蹋凡哥哥的阳气了。察觉到仙儿不善的目光，柳如烟也不甘示弱与他对视，但很快就被仙儿强大的气势吓呆。这个小女生竟然是黄大仙！区一只小野狼，你好大的造化，竟能得到主人哥哥的润养。如果不是怕杀了你，凡哥哥会埋怨我，我必要你魂飞魄散。仙儿冷声威胁，宣示着大老婆的地位。邓不亮听着二女互相争风吃醋，一脸尴尬。灯坏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说我是道情吧，红月的人要杀你，我赶过来救你，你信不信？我信啊！冲你这份表现，加入九州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着重考虑。你不是红月的人？当然不是了。听到陈凡的话，邓不亮长舒一口气，本想说些什么，但想到自己的实力不是黄大仙和柳如烟的对手。陈凡，我突然想起来有点急事要办，加入九州的事情记得多考虑考虑。邓不亮说完直接开溜。邓不亮走后，陈凡也招呼上二女一起去给陆小璐送货。仙儿开着大牛载着柳如烟走在前面，陈凡跟在后面。刚来到永安牧场，陆小璐就出现在陈凡面前。老公，谢谢你，我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做到。陆小璐流出泪水，这是他父亲入地后第一次被人关心宠爱。忽然他目光变冷，猛然一甩手臂，陈凡身后的车子顿时4分5裂。看着地上的众人，陆小璐猛地来到他们面前。王艳荣，你怎么能狠下心如此对我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王艳荣一脸恨意，你就是一个丧美型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老公不会死；如果不是你，我也沦落不到这个地步。你心中还有怨气？怨气？呵呵，你嘎1万次也难消我心中的怨。废话少说，来杀了我！哼，等我先把你情符嘎了再嘎你。不要，陆小璐，求求你别嘎他。陆小璐冷冷一笑，她没想到自己母亲竟然为了情妇这样做。秦林则表情狰狞说道：陆小璐，你要是嘎了我，就再也别想得到真相。陆小璐微微一怔，难道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？陈凡见陆小璐被威胁，他直接一鞭子打在秦林身上，把你知道所有事情都说出来。秦林瞬间麻木，怎么把陈凡能控制人的事情忘了？于是秦林便一五一十将他与王艳荣的事情讲了出来。你妈被我下了蛊惑之法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把我妈身上的蛊惑之法解开。我解不开，但只要我嘎了，你妈也活不成。秦林说完纵声狂笑，陆小璐则呆滞在原地，一时间没了解决办法。于是他看向陈凡寻求帮助，但陈凡一时间也没有办法。这时柳如烟开口说道：我有一个办法，说只要把王艳荣和秦明也拖入我下的幻境之中，到时我就会找到解封蛊惑之法。不过从此他们都要一直活在幻境中，无法醒来。这个幻境能持续多久？只要没有人来搞破坏，幻境将会一直存在。陆小璐听到这话，对着王艳荣说道：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想让你解脱。王艳荣被陆小璐嘎后，她灵魂落泪道歉：小璐，对不起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妈妈祝福你和陈凡。他虽然被秦林控制，但意识永远都在，只不过无力改变。第二天，陈凡别墅内，凡子，加入九州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有新任务，新任务释怀就从放下开始，我就是我。任务要求拒绝邓不亮邀请你加入九州，任务完成，系统版本提升商城功能开启，任务失败无惩罚。我暂时还不想加入任何组织，我更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。可你不加入组织就没有净水妖姬，没有净水妖姬你就无法使用超凡之力。亮哥好意我心领了，你这个朋友我认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言语。你真的不对强大的力量动心？你说我有这么厉害的老婆们，我还需要力量干什么？邓不亮听到这话直接闭麦，憋了好一会才说道：你就心甘情愿躲在女人身后，一辈子活在女人的庇护下。邓不亮的激将法并没有起到效果，主要是咱有这个条件。邓不亮听到这话直接被气炸，不再多说一句话，直接消失不见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释怀就从放下开始，我就是我。系统版本升级成功，商城开启成功。系统我怎么能成为禁闭者？宿主无法成为禁闭者，现在还需要浏览一下商城商品吗？女孩在牧场点燃一推钩，
接着就围着火堆蹦蹦跳跳。见火势大了起来，他直接就跪了上去，口中还发出奇怪的音符。这时四周煞气全都向他汇聚，原来他是在炼化牧场煞气提升修为，这样就可以焚烧肉身，离开这里去找她的老公。可刚走到山下，就被一位修行者发现，男人突然落在女孩面前，还不等他反应，就被一把兵器抵在脖子上。是你自己进葫芦里，还是老子把你打进去？陆小璐面色惨白，他没想到来人竟然这么强，别说反抗了，就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。阮刀见陆小璐似乎认命，果断就用葫芦将她封禁在里面。哈哈哈哈！洛城可真是爷的福地。而这时陆小璐的老公还在和系统对话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二老婆被人封禁了。还好陆小璐遇险被仙儿察觉，并及时将消息告诉给陈凡。怎么回事？我在二妹身上留下的烙印出事了，这说明二妹遇到危险了。走，我们去墓地。陈凡带着仙儿和柳如烟来到墓地，很快一只男阿飘出现在他面前，并告诉陈凡刚刚发生的全过程。你认不认识来的人？那人穿着和你上次来这里时遇到那2个禁闭者的衣服一样，他还背着一把斩刀。这是九州的人，很好。如果小璐有任何不测，我必亲手覆灭整个九州。车上，陈凡给物业经理苏倩打去电话，询问他能在物业调动多少人。苏倩听到陈凡急促的语气一愣，但他明白这个时候不该问发生什么事，要么选择帮忙，要么拒绝。但他决定赌一次，输了丢掉工作，赢了就会和陈凡这种大佬关系更进一步。物业加上保安共计400人可以调动。今晚物业上行动的所有人，每个人10万红包，并且所有花费我买单。你让他们准备大量的扩音喇叭，并用一切手段在路上集结群众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拿起喇叭在大街小巷给我喊九州组织丧尽天良，滚出洛城，喊5分钟给100。苏倩听得一脸愕然，她开始还以为陈凡要集结安保的人去干假，没想到是做这种事。有意思，不过这个叫九州的组织是什么？我怎么没有听过？这时苏倩手机响起，她看到手机到账短信，被吓得一脸懵逼。10个亿，这就是大佬的手笔吗？你给我记住，钱不够找我要，我只要动静够大。陈凡挂掉电话后，柳如烟也挂掉了电话。老公，红月圣族这边已经安排好行动起来了，只要二姐还在洛城，一定能找到。好。陈凡深吸一口气，心情烦躁的一批。此刻他很后悔把陆小璐一个人留在墓地。这时陈凡手机响起，他看到一个既熟悉又很多年没联系的号码。他接通电话许久不敢发出声音，而电话那边似乎和他有默契一样，也没有出声。又过了几秒，电话那边的人笑骂一声：“你觉得老子电话费多是不是？打电话不出声，搁这玩心灵沟通呢？”听到熟悉的声音，陈凡如遭雷击。六子，你没有嘎，走这么多年，你倒是给我托个梦啊！托梦？你爹我可不会这个手艺。陈凡是秦六宇发小，他能再次听到陈凡声音，心情非常好。你这么多年去哪了？行了，老地方见面聊。六子不行啊，你二妹被人抓走了，我得去找她呀。那这是比父子相见重要。不过忽悠爹爷你不编个好点的理由，你啥样爹心里会没数吗？滚吧！秦六宇放下电话，思索要不要帮陈凡一下，毕竟他这次带着任务来，不想太早曝光自己。接着他拿起电话，喂，六队救我，我被人追杀了，我在洛城北郊。谁追杀你？秦六宇面色一沉，可电话那边却没了声音。听着手机里的忙音，他杀意四起。这时一名西装男来到秦六宇面前，兄弟，5分钟100块，只要你拿着喇叭给我喊九州组织丧尽天良，滚出洛城就行。西服男一脸得意，他相信这简单的活是个人就愿意干。你跟九州的人有仇？我知道屁个九州，拿钱干活，管谁是娘。你别废话，这活干不干？不干我找别人。秦六宇听后一脸无语，显然没想到自己刚回来就遇到这种事。你找别人去吧，切，白捡钱都不要。而这时柳如烟也确定了抓陆小璐的凶手。老公，抓走陆小璐的人找到了，是九州软刀干的。红月圣族鹰眼说他在洛城南郊，不过他是一宗境巅峰修为，实力很强。管他一宗狗宗，敢动我的女人，我就得跟他硬磕。仙儿现在去洛城南郊。好的，老公。数分钟后，陈凡来到红月圣族鹰眼爆出软刀的位置。软刀看到大牛后一头雾水，见陈凡直接冲他而来。哥们，咱俩啥恩怨？但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陈凡冲飞数米。你他妈疯了！把封禁我老婆的东西交出来。那这 S 级红衣阿飘，兄弟人嘎不能附身你节哀吧，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替你照顾好他。节你妈的哀，我让你全家节哀！陈凡猛地再度朝着软刀冲去，软刀抽出长刀抵挡，他相信这个角度陈凡会头断血流，可结果却是他的刀断了。陈凡又一次把软刀对得后退数米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怪胎？把封禁我老婆的东西交出来！老子是九州组织的，你若是敢动我，必将遭到整个九州的追杀。九州吗？请你开始摇人。这时一道黑影落在软刀面前，陈凡二话不说，再次蛮牛冲撞，将黑影对飞。你也不顶用啊，就叫来一个人来。继续叫人。黑影听到熟悉的声音，身子一震，于是急忙冲到陈凡面前。凡子，你敢打你爹？六子，怎么是你？这一刻，兄弟阔别数年再次重逢，把一旁的软刀看得一脸懵逼。六队，你们认识？但回应他的只有响亮的耳光。六队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路过这里发现了一只 S 级变异体，实力不到1通，经我寻思着抓来以后，更换一下自己封禁的变异体，提升自身实力。我真没想到这个变异体是你兄弟的老婆，要我知道你借我1万的胆子，我也不敢动他。软刀说完就把陆小璐放了出来。陆小璐见到陈凡，急忙躲到他身后，委屈的泪水再也止不住狂涌了出来。秦六宇看到这一幕，黑着脸盯着软刀。队伍解散之前，我怎么下的令？软刀听到这话，直接被下跪，因为他想起队伍进到洛城时，
秦六宇曾说过，进入洛城没有他的召唤，任何人不能集结，更不允许泄露身份行踪。如果让城内9州的鹰探发现自己退出鬼影小队，现在全洛城的人都在拿大喇叭喊我们9州，整个洛城的红月圣族都知道咱们从感染区回内地了，这就是你服从的命令。听到秦六宇的话，软刀吓得差点尿不湿都湿了。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的6队是接了特殊任务，所以才会下达进城后要怎么做的命令。6队，求你帮帮我，帮帮我！这一次你拉了一坨大的，我搞不定了。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成员，接下来9州对你做出什么惩罚与我无关。软刀听到这话，双目失神，心情压抑到了极致。凡子，爹是爱你的，你小子现在整挺好，大牛都开上了，我特么还没开过这种车，我去试试。陈凡听到这话笑了，也懂了，他将视线落在软刀身上。是再跑一会儿，还是让我直接送你上路？软刀狰狞一笑，从地上起来。这一切都怪你，你给我等着，若我这次不敢，我必杀你身边所有的人。